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Q Baby 的旅行 Vlog。Hello， 大家好，我是陪你一起旅行的 Q Baby。今天我在少林寺，过了天王殿，顺着台阶往里走，就是少林寺的藏经阁了。藏经阁又名法堂，藏经阁藏书800万卷，这里呢就是僧人藏经说法的场所。来到藏经阁啊，你就会发现，你看在门上的匾额当中的那个藏字，它少了几笔。它其实呢并不是写错或者是掉漆了，而是当时的时候赵朴初是为了警示后来者呀，要以史为鉴，保护好经书宝藏，而故意在藏字上少了几笔。那在藏经阁月台下呢有一口大铁锅，这个呢就是明代万历年铸造的，它非常的大，你看它至少需要3个人合抱才能抱得住。据说啊，这个是当时少林寺和尚用来炒菜用的锅，而且呢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口锅还是最小的一口。炒菜这个锅都要这么大，还要天天倒挂金钩的炒菜，难怪少林寺的和尚个个都是武艺高强。少林寺吸引人的不只是它早已闻名世界的少林功夫，关于少林寺的故事更是深入人心。顺着石阶往里走，就是二祖慧可侍立在雪地里向达摩祖师断臂求法的立雪亭。立雪亭的原名是叫达摩亭，传说啊是二祖神光跟随达摩祖师来到了少林寺之后呢，达摩呢就是在这个位置来面壁。一天夜里天降大雪，雪呢直接是没过了膝盖，神光呢仍然双手合十，肃立在雪中一动不动，希望祖师能够来传授一些法器衣钵，收他为徒。达摩不肯。过了几天之后，神光仍然是没有离去，依然是意志坚定的在这里站着。达摩就说呢，那除非天降红雪，我才可以来收你为徒。神光就立刻抽出了自己携带的戒刀，砍掉了自己的左臂，鲜血直接就飞溅出来，染红了满地的白雪，感动了初祖达摩，于是收他为弟子，并且呢取了一个法号叫做慧可。后人呢是为了纪念二祖慧可立雪断臂，改达摩亭为立雪亭。所以说啊，少林寺与其他寺院不同的就是你可以看到，无论是方丈还是少林寺其他弟子呢，都是以右臂单臂行僧礼来表示对慧可大师那种无畏的求佛精神的敬意。在常住院最后的一座大殿就是千佛殿，殿内的壁画是少林寺壁画中的珍品。大殿背面及东西2墙壁上都会有彩色的壁画，色彩艳丽，构图和谐，展示了唐代壁画的极高水准。最中间的这个，据说在哪个角度看它都是笑着的，因此它也被称为欢喜佛。出了常住院呢，我们是来到了塔林。塔林呢是少林寺的祖营，由历代高僧的木塔组成的，是中国现存的最大的塔林了。在这儿你看到会有8角形、6角形、正方形，还有圆形、锥形等等形状的。那建筑的年代呢也不一样，唐、宋、元、明清的都有。有意思的是啊，塔林里塔的高度其实并不能代表一个僧人的贡献，高度其实取决于他收弟子的数量。所以说，有的僧人可能是功德无量，但是呢，他的塔其实看起来也并不壮观。徒步回到正门，离开少林寺，在大门处回头再看看这座1000年的古刹。在夕阳下，一尊僧人雕刻的剪影像是在送着游人离去。我们大多数人只是来了又走，匆匆而过。寺院里的僧人才是真正属于这里的人，他们将信仰和生活化一，摒除了尘世间的烦恼和欲望。在这动人的山林间，一直写着少林这段传奇故事。